在未来死亡不再被允许，只因人类发现了一种名为复活术的咒语，而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在地面上画出特定的几何图案，再念出死者的姓名或生平事迹，就能将亡者从死亡中拉回来。最先被复活的是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科学家，各国争先恐后的将他们唤醒，人类科技因此在短短数年间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但很快复活术就被彻底滥用了，先是商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纷纷借助复活术延续生命，紧接着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效仿，直到保险公司推出了复活险业务，向所有投保用户承诺，只要购买此险种，死后便可获得复活。整个世界从此彻底乱了套，地球人口开始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暴涨，到公元2133年，总人口已无限逼近500亿大关。人口疯长引发的连锁反应迅速席卷全球，战争、饥荒、暴乱无一处幸免。为了终结这场浩劫，各国首脑齐聚一堂，签订了举世闻名的永续公约。公约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再拥有后代，生育行为一律视为违法。此外，人一旦死亡，必须等满50年后才能被复活术复活。如此一来，地球上不断暴涨的人口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而你偏偏就在永续公约签订后不久，因一场意外离开了人世。按照新修订的律法，你无法在死后第一时间被复活。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当你终于被复活术重新唤醒时，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一座名为铁渊的监狱。这座监狱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你每天都会被这些刑具活活折磨致死，然后再被复活，继续承受折磨。不只是你，这座监狱里还关押着许多和你一样的人，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被折磨了上千年之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永远无法安息。此刻，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正站在你面前，看着你从复活仪式中苏醒过来。他收起脸上一闪而过的疯狂神色，换上一副和善的表情，笑着开口道：“兄弟，是我把你复活的，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你没有急着正面回应，只是反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说你把我复活了，那我之前是死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吗？”瘦骨嶙峋之人目露思索之色，又问道：“那你还记得自己之前住哪儿，都认识哪些人？”这人有问题，见他只一味地盘问自己，却不肯透露半点信息，你顿时心生警惕。你没有回应他的问题，只是暗自调动体内灵力，想凭一身元婴期修为强行将对方制服。然而就在你尝试运转灵力的瞬间，才骤然发现死而复生之后，你一身元婴后期的修为竟已烟消云散，你此刻与凡人无异。哎，怎么不说话了？见你沉默不语，瘦骨嶙峋之人再次开口催促：“你叫什么？住哪儿？跟我说一下，我好帮你核实身份，然后登记。”登记？你闻言一怔。所有复活的人都得登记。登记完之后，穹顶站会给你安排工作，还有住的地方、吃的和水。穹顶站？你从他的话语中迅速捕捉到了2条有用信息。第一，你目前疑似身处某个被称为穹顶站的地方，能被冠以这种名称的设施大多位于深海、外太空、极地等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极端环境之中。第二，这个穹顶站疑似采用军事化管理，这说明其中的人类极有可能遭遇了某种灾难。当然，以上推论都必须建立在对方没有说谎的前提下。心中有了计较之后，你陪着笑，语气里带上一丝歉意：“真不好意思，我头实在疼得厉害，能不能先让我休息一下，给口水喝，等我缓过来了，一定配合你，可以吧？”见你始终不肯透露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瘦骨嶙峋之人一改先前的和善态度，变得愈发慌乱和暴躁。最终他再也忍不住，冲你低声怒吼：“你就配合一下不行吗？你为什么不配合？”他似乎在恐惧着什么，低声怒吼的同时，双眼不停地在房间里东张西望。不对劲，意识到情况不妙，你下意识向后退了2步。果不其然，下一秒，房间天花板上猛地伸出数条机械手臂，将那瘦骨嶙峋之人死死按倒在地。“我错了，我错了，不要电我！”被机械手臂按住后，他立刻浑身颤抖，痉挛不止，无论怎样求饶都无济于事。很明显，他正在遭受电击。为了避免被殃及池鱼，你赶忙缩到房间角落里，打起12分精神观察着四周一切。片刻之后，伴随着阵阵焦糊味弥漫开来，那瘦骨嶙峋之人已被电得不成人形，看样子是彻底死透了。人死之后，一阵电子合成音自房间中响起：“被复活者洛涵，生于2035年8月1日9时13分，出生地东南亚。”华裔。被复活者什么意思？突然响起的声音惊得你浑身一颤，你环视左右，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地面上那幅怪异的几何图案上。在你注视之下，那几何图案的表面开始散发出微弱光芒。数秒之后，一道人影在图案上方浮现，由虚转实，逐渐凝成了一个人的模样。此人瘦骨嶙峋，看其面貌，正是刚才被机械手臂活活电死的洛涵。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让你心中震撼莫
莫名，这是一种无需任何代价就能将人凭空复活的法术。所以你也正是被这门法术复活的。目睹了洛寒被复活的全过程后，你很快有所领悟。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复活术的施展条件大致有二：一是需要在地面画出那怪异的几何图案；二是需要准确说出被复活者的详细信息。也正因如此，洛寒才会不停地追问你的身份信息。至于他为什么会被机械手臂活活电死，你刚才之所以被电，是因为没能问出我的身份，对吧？你冲死而复生的洛寒问道。洛寒显然已不是第一次被机械手臂电死了，复活后的他并未表现出半点惊恐，反而咧嘴一笑道：按规矩，我只要没问出你的身份，就得被铁渊里的机械手给电死。接着他话锋一转，又道：然后接下来就轮到你了。轮到我？你皱起眉头，什么意思？洛寒没有再回答，只是抬头看向头顶上方，伴随着他的目光，那些机械手臂再次从天花板上伸出，轻而易举地将你禁锢在了墙上。你虽是元婴期修士转世重生，但死而复生后早已没了前世修为，纵有再多手段，此刻也无法施展。兄弟，别怪我啊！见你已被制住，洛寒缓缓向你靠近。铁渊里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过会儿我折磨你，你也不用硬撑着。我问你什么，你该说就都说出来，不管是你父母还是亲戚朋友，又或者你自己的经历，该说的都说了，听懂了吗？听到这里，你终于弄清了洛寒的目的。你恍然道：懂了，你是想通过折磨问出我亲戚朋友都叫什么，然后再把他们也复活到这个地方来。洛寒似乎很期待你露出一脸绝望的表情，他耐心解释道：这地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活人，然后折磨人，什么砍骨变形啊，火烧火烤啊，那都是每天的日常。等你死了，再把你复活过来，接着折磨，永远没个停。这还别说是亲身经历了，你光是听一听，心中就觉得毛骨悚然。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地狱吗？还是某些丧心病狂的势力所建造出来的恐怖实验室？得想个办法逃出去才行。房间里，洛寒当着你的面，从身后墙壁的暗格中依次拿出了火钳、镊子、小刀等工具。他一边摆弄着那些工具，一边冲你说道：忘了跟你说了，这地方是不提供吃喝的，所以来这儿的人不但要被折磨，有时候还会被活活饿死、渴死，然后再复活，继续饿着。说完，他便一脸期待地观察起你的反应。可面对洛寒的恐吓，你自始至终面无表情，这让洛寒不由得高看了你一眼。他轻咦一声，忍不住出声赞道：兄弟，你心理素质是真可以，就是不知道一会儿能撑多久了。说着便举起手中烧红的火钳，朝你胸口狠狠烙了一下。瞬间，一股肉被烧焦的气味弥漫开来，充斥了整个房间。你被火钳烫到的胸口处多出了一块触目惊心的紫黑色伤口。怎么样？洛寒很满意这样的效果，他眼中有癫狂之色一闪而过，略带兴奋地冲你说道：现在愿意交代了吗？然而令洛寒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受了火刑，你依然是一脸波澜不惊的模样，就仿佛你完全感觉不到疼痛。洛寒双目圆睁，探头凑到你跟前，压低声音道：我能看出来，你刚才不像是在装，你是真的感觉不到疼，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你轻笑一声，没有言语。你死而复生后虽然修为尽失，但神魂强度却仍可媲美元婴期修士，这使得你能仅凭意志力便封闭掉自身五感，所以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永远都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单纯肉体上的折磨对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你无视疼痛的能力令洛寒大受震惊，他比之前面对机械手臂即将被电死时还要激动，扑通一声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态度无比卑微。你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求你了，真求你了，只要你肯教我，要我干什么都行。你之所以能凭意志力封闭五感，是因为你在玄灵界苦修了数百年之久，并非依靠某种诀窍法门，所以此能力无法传授给他人。不过你并没有直接挑明这一点，而是趁机向洛寒打探道：你这么想学我这门法术，我猜是因为你也会跟我一样被折磨，对吧？为了讨好你，洛寒如实答道：这种折磨是轮换着来的，现在是我折磨你，但过个10-20年，可能就换别人来折磨我了，再过10-20年，又换成我折磨别的人，就这么永远循环，没个尽头。你不解道：那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清楚。洛寒积极回应道：我只知道这地方叫做铁渊，所有被关进铁渊的人都要一直这样被折磨下去。铁渊里待得最久的人，据说已经被关了2000多年了。2000多年，你倒吸一口凉气。哪怕这儿的人能一直被复活，但时间久了，难道不会被逼疯吗？洛寒道：是会疯，不过疯掉的人死了之后再被复活，
就又会恢复正常。好家伙，你听后更觉不可思议了。看来那门能复活人的法术，不仅能帮人重塑肉身，还能刷新被复活者的精神状态。在复活术的作用下，被复活者的意识会一直保持清醒，想疯都疯不掉，就这么永无止境的被折磨下去。都说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但现在看来，对于铁渊中的囚徒们而言，活着才是真正的恐怖，死亡反倒成了一种奢求。由此便不难理解，你所掌握的那门无视痛苦的能力，对洛寒有着多么巨大的吸引力。也怪不得他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无论你问什么，他都如实作答。既然有了能拿捏住对方的手段，你便趁热打铁继续追问。我还有个问题，如果复活一个人必须先知道他叫什么，那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又是怎么把我复活的？用的穷举法。洛寒解释道，要想复活一个人，并不是一定得知道他的名字，只要你知道这人的生卒年月或者经历达到没有歧义的程度，就能借助地上的几何图案把人复活。而如果没能复活成功，我就换一个姓氏继续试，一直到百家姓全部试完为止。不得不说，洛寒口中的穷举法虽有几分愚公移山的味道，但的确切实可行。只要时间够多，有足够的耐心，哪怕将从古至今存在过的所有人类统统复活，也并非没有可能。房间里，就在你与洛寒交谈之际，一面墙壁上忽然亮起了一块电子显示屏，上面显示着53%这个数值。见到这个数字，洛寒顿时紧张的不行，不能再跟你闲聊了。一旦屏幕上的数值降到50%以下，我就得遭殃。什么意思？你疑惑道。洛寒没有多解释，只是将手中的火钳放回暗格重新加热，随后再次狠狠地往你身上烙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屏幕上的数值立刻从53%跳到了54%。看见没？洛寒解释道，只要你被我折磨，屏幕上的数值就会上升，而我的任务就是保证屏幕上的数值始终维持在50%以上。如果没做到，我就会像之前那样被机械手活活电死。他想了想，又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差不多每天要折磨你大概15个小时，这15个小时正常人是很难挺过去的，所以你差不多每天都要被杀死一次，再然后就是我自己了。因为这地方没有任何吃的喝的，所以我必须每2天就自尽一次，不然人会被饿的渴的受不了。聊到这里，你整个人已被火钳烫得面目全非，阵阵令人作呕的焦糊味充斥了整个房间。时间流逝，转眼间你已在这座名为铁渊的监狱里待了将近3年。身为元婴期转世大能，你自认算是极有耐心了。在这3年里，你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找逃出去的机会，哪怕只是能冲到铁渊外面看一眼也好。然而别说是铁渊了，就连你当前所在的这间合金房间，你都始终未能离开过。无它，你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铁渊内部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任何变数，没有囚犯暴动，没有外界的人来探监，甚至连铁渊的管理人员也从未和你与洛寒发生过任何接触。合金房间的大门3年来根本就没被打开过，这简直是个无解的死局。房间里和往常一样，当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值从56%逐渐攀升至90%之后，洛寒终于停下了折磨。差不多了。累得精疲力尽的洛寒瘫坐在地上，他望着已经半死不活的你，露出一脸羡慕的神情。说真的，兄弟，你这感觉不到疼的能力是真可以。换做别人，像你这样被折磨，在铁渊里几乎每天都得，过得生不如死。但死对被折磨的人来说只是种奢望，毕竟铁渊里的人会被一直复活，求死不能，永远都得不到安息。可你就不一样了。洛寒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半躺着靠在墙上，接着说道，我每天都要这样折磨你，累得跟狗一样，你反倒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声，语气里带着一丝疲倦。兄弟，我有点扛不住了，我先睡一觉啊。末了还不忘补充道，还是老规矩，如果那屏幕上的数字降到了50%，而我还没醒，记得一定要叫我。放心吧，被机械手臂禁锢在墙上的你说道，你尽管睡，屏幕我帮你盯着。好兄弟。或许是真的累极了，得到你的回应后，洛寒安心地躺倒在地，闭上双眼，很快便沉沉睡去。就这样过了大约3个小时，浑身上下伤痕累累的你，终因伤势过重，再也坚持不住，你两眼一黑，整个人就此失去了意识。你死后没多久，一阵电子合成音自房间中响起，被复活者，姓氏沈，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紧接着，房间地面上的几何图案开始散发出微弱光芒，一道黑色人影在图案上方浮现，由虚转实，逐渐化成了你的模样。复活后的你，第一时间环顾四周，你先扫了一眼角落里的洛寒，确认他仍在熟睡之后，便抬头看向天花板上的机械手臂。经过这3年来的仔细观察，你已逐渐总结出了规律。身为被折磨者，你每次死而复生后，都会再度被机械手臂禁锢在墙上。不过这一过程需要时间，那些机械手臂的反应并不算快，在这期间，大约会有1到2分钟的空档
档时间，让你能够自由行动，而这便是你眼下唯一能利用的机会。趁着机械手臂还未来得及有所行动，你迅速伸出手指，按压向自己周身各处大穴。在指压法的刺激下，你体表的皮肤竟开始以一种诡异的韵律蠕动起来，并不断有红色雾气从皮肤表面涌出。这套指压法是你穿越到玄灵界后，意外从仇敌手中夺得的一门秘术，名为燃血大法。施术者可以通过刺激周身穴位的方式燃烧体内气血，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其强大的爆发力。也正因此术需要燃烧气血，施术者体表才会不间断地涌出红色雾气。此时此刻，在燃血大法的加持下，你只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你看向房间出口的方向，整个人于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一阵惊天动地的金铁轰鸣声骤然响起，那扇由合金铸造的大门竟被你一拳打得炸裂开来。什么动静？大门碎裂时的巨大声响立刻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洛寒，他猛地睁开双眼，望着只一拳便轰碎了合金大门的你，满脸难以置信。嗨，你在干嘛？时间紧迫，听到洛寒的声音，你只是转头瞥了他一眼，而后便毫不犹豫地冲出了房间。燃血大法之所以能赋予施术者如此恐怖的战力，是因为他所消耗的是施术者的生命，此法无法持久，所以你压根就没指望靠他逃出这座铁渊。你施展此秘术只有一个目的，冲出合金房间，亲眼看一看外面究竟是什么情况。毕竟要想逃离此地，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情报。从大门冲出去之后，映入你眼帘的是一条同样由合金建造而成的漫长走廊，金属长廊一眼望不到尽头，两侧尽是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金属大门。从那些大门后方隐隐传来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如此骇人的景象令你心中不自觉地泛起一阵寒意。显然这座名为铁渊的监狱里远不止关押着你和洛寒二人。至于铁渊的管理者为什么要这样做，走廊上你本想趁着体内气血尚未燃尽，尽可能冲到更远处去查探情况，可你还未来得及行动，便见数名手持圆球的守卫从前后两个方向夹击而来。由于燃血大法的加持，你此刻五感敏锐异常，远超常人。你能清楚地观察到，那些手持圆球的守卫在奔跑时，胸口竟无任何起伏，就仿佛他们根本不需要呼吸。这些守卫疑似不是人类。你心中刚涌现出这一念头，那些包围过来的守卫们便已纷纷举起了手中的圆球，数百道红色光线自圆球中喷涌而出，如利刃一般，轻而易举地将你的身体切成了无数碎块。被复活者，姓氏沈，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伴随着熟悉的电子合成音，你再一次恢复了意识，在那怪异的几何图案上重新复活。房间里那扇被你一拳轰碎的合金大门，此刻竟已修复如初。至于铁渊的管理层，则自始至终没有在这次事件中露过面，他们对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甚至连那扇金属大门都没有进行任何加固。房间角落里，洛寒正呆愣愣地望着你，显然还没从刚才发生的一切中回过神来。过了许久，他才开口：刚刚你怎么跑出去的？你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刻意转移了话题。这座铁渊里的守卫有问题。你连这都看出来了？闻听此言，洛寒露出一脸意外的表情。你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顺势问道：怎么，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也不算什么秘密吧。洛寒想了想，回道：我也是听人说的，这座监狱里的守卫其实都不是人，不过因为跟人长得太像了，所以我们私底下都管那些守卫叫偶人。偶人？你眉头紧皱。那些偶人拿的武器是种能发出红光的球，你认得那是什么吗？应该是未来的科技吧。洛寒思索片刻后道：你出生在1999年，而我是2035年生的，咱俩的年代其实没差多少年。那种武器你不认识的话，我肯定也认不出来。如果是未来武器的话，你在心中大致估算了一下，单从那些红色光线的飞行速度、密集程度以及切割人体时的流畅度来看，你至少需要拥有筑基期以上的实力，才能与之抗衡。但问题在于，你在这座铁渊里几乎每天都要死上一次，而每次死亡后自身修为又会尽数散去，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在这座监狱中修行，想逃不掉，留下来发育也行不通。你只觉一阵心累。你再次问洛寒：你清楚自己在这监狱里待了多久吗？按规矩，监狱里每10到20年轮换一次。洛寒掰着手指头算道：那我就按每轮15年来估吧。从我复活之后开始，我被折磨过一共6次，折磨别人不算你这回，一共5次，加在一块就是11次，11乘以15，165年。你听后点了点头，接着问道：那在这165年里，你可见过有人能从铁渊里活着出去的？没有。洛寒斩钉截铁道：别说是
是真正跑出去了，就连理论上的方案都没人提出来过。我已经在铁渊里待了11轮了，也就是说，我前后一共接触过11个狱友，而这些狱友又接触过无数的人，我们这么多人，肯定都想逃出去。洛寒无奈道。可就这个问题，我跟别人讨论了无数次，也讨论不出个结果。反正我觉得，光靠我们这些被关在铁渊里的囚犯，不可能逃出去。要想越狱，就必须有铁渊外面的人配合才行。但我觉得希望不大。听完洛寒所言，你不禁感到一阵绝望。毕竟你之前也说了，有人在铁渊里待了超过2000年。如果外面真有人类，不至于这么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确实，洛寒赞同道。铁渊里其他人也都这么想，他们都觉得外面的人应该已经全死了。比如因为战争搞得地球环境不再适合生存，哪怕有复活术，人类也没法继续活下去。外界的生存环境如同地狱，人类走向灭亡，而继续待在铁渊内，迎来的又是近乎永恒的折磨。这是全人类的无解死局。即便你身为元婴期大能转世，心智之坚韧远超常人，面对如此困境，也还是会感到一阵阵绝望。心灰意冷之下，你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于是你冲洛寒开口：待在铁渊里实在太难熬了，尤其是在知道自己没办法逃跑的情况下，所以我打算把自己的意识抹掉。说简单点儿，就是让自己脑死亡，变成植物人。这么一来，哪怕我要在铁渊里待上几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已。你所说的法子令洛寒只觉眼界大开，他好奇道：你能抹掉自己的意识？怎么抹的？你想了想，解释道：我的神魂，你可以理解成精神力。我的精神力天生就比普通人强很多很多，所以我能轻易封闭自己的五感，让自己感觉不到疼痛。同样的，我也能主动抹掉自己的意识，让自己进入脑死亡状态。当然，这种状态是不可逆的，所以相当于自杀。但问题是，不是还有复活术吗？所以我哪怕脑死亡了，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洛寒听后目露思索之色，片刻后语气里略带一丝失望。既然你这能力是天生的，那是不是就表示我学不来？你如实答道，所以我才一直没把这能力传授给你。不是我不愿意，是真没法子教。再然后就是你冲洛寒郑重叮嘱道：我担心我脑死亡之后，铁渊里会突然发生变故，比如外面的人类来营救我们。为了能抓住机会逃走，到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把我杀了，这样我就能死而复生，然后恢复意识。等外面的人来救。洛寒摇了摇头，苦笑道：与其等外面的人来营救我们，倒不如祈祷地球早点爆炸，这样我们也一样能解脱。我只是举个例子。你说道：这种机会不一定非得是外面的人来救我们，也可能是铁渊内部出了某种变故，又或者发生了地震之类的天灾，把铁渊给毁了。虽然这种几率很小，但万一呢？对吧？你开始为洛寒画起了大饼，然后作为回报，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真从铁渊里逃出去了，我会传授你修行法门，让你能通过修行成为仙人，就是那种能飞天遁地的仙人。洛寒望着你，若有所思道：你被复活之前到底是干什么的？面对此问，你只神秘一笑，不予回应。见你不愿多说，洛寒便也不再追问，他郑重其事道：那行，我答应你，一旦铁渊发生变故，我就在第一时间把你杀了。不过你也别忘了你承诺的。你同样郑重其事道：必不会忘。言罢，你便闭上双眼，不再多言。片刻之后，待凝心静神后，你便开始尝试将自身神魂引导出体外，也即神魂离体。神魂离体是唯有化神期修士才能掌握的神通，而你并非化神期修士，所以你强行施展此神通，最终只会导致自身神魂溃散。说通俗点，就是脑死亡，变成植物人。这本是坏事，但在铁渊里，神魂溃散反倒成了躲避无尽折磨的一种手段。房间里，在洛寒的注视下，将自身神魂抽离出体外的你，突然头一歪，整个人便再无动静。哈，兄弟！见你明明已经没了意识，却始终未触发铁渊的自动复活机制，洛寒心中好奇之下，忍不住伸手探了探你的鼻息，发现你果真气息尚存。他立刻露出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情。这法子真是卡 bug 了，属于是。其实你这种植物人状态并不能持久，毕竟你每天都要遭受洛寒长达15个小时的折磨，等因伤势过重死亡。被铁渊复活后，你便会因为状态被刷新而重新恢复意识。换言之，你几乎每天都需要进行一次神魂离体，将自己意识抹杀，以保持脑死亡状态。这一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你每天只有10分钟的时间保持清醒，其余时间则尽数陷入沉睡。时间流逝，在神魂离体之法的帮助下，你于不知不觉间又在铁渊里度过了10余年光阴。至于具体过了多久，由于铁渊终日不见阳光，你也只能勉强估算出个大概，难以得到准确的时间。这一日，你被折磨致死并复活后，发现嵌在房间墙壁上的电子显示屏竟莫名多出了一串正在读秒的倒计时，倒计时显示的时间为6小时
时32分17秒。见此一幕，你便不再急着施展神魂离体之法，而是看向躺靠在房间角落里的洛寒。这家伙累到精疲力尽，此刻正在酣睡。于是你冲他大吼：“喂，醒一下！”什么？被叫醒的洛寒猛地睁开双眼，根本不用你提醒，他自己便注意到了那电子显示屏上的倒计时。当下他哭丧着脸冲你说道：“完了，我们时间到了，要开始下个轮回了。”下个轮回？你顺势问道，意思是换成我来折磨你了？哼！洛寒回道。不过不是折磨我，到了下个轮回，铁渊会安排你去折磨别人。至于我，铁渊会把我送去别的房间，让别人来折磨我。我的苦日子要来了。洛寒抱怨道。兄弟，你是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相处还不错的，其实算是少数。铁渊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那种……洛寒斟酌了一下措辞，也不能说他们是疯子吧，毕竟复活术能完全刷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但总之，一个人在铁渊里被关久了，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点问题。这种问题不是死而复生后精神状态被刷新就能修复的。像我这种被关了100多年的，又或者你这种只被关了几十年的，心里其实都还算健康。但那些被关了400、500年、500、600年，甚至上千年的人，他们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很变态。洛寒继续道：“如果我在下个轮回是负责折磨的人，那还好说，哪怕真遇到心理不正常的也无所谓。可问题是，我在下个轮回是受折磨的那个。”他长叹一口气，整个人瘫坐在地，默然无语。这时你从旁问道：“有件事我一直想问，我刚被复活到铁渊时，你曾拐弯抹角地打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所以如果我当时被你骗到，然后说出来了，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洛寒回道。毕竟铁渊复活，人类用的是穷举法，所以只要时间足够，只要这座铁渊的空间足够大，那么理论上来说，凡是地球上出现过的人类，最终都会被复活并关进来受折磨。你如果说出了亲戚朋友的名字，无非就是他们会被更早复活，更早出现在铁渊里罢了。这样，你点了点头，又道：“那你呢？你做了这一切能得到什么？”当然是奖励啦。洛寒解释道。每次轮回交替时，铁渊都会给囚犯们一小段自由行动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囚犯们可以用穷举法去复活那些从未在铁渊中出现过的人类。如果复活成功，就能得到铁渊的奖励。洛寒接着道：“打个比方，本来我作为负责折磨的人，在这个轮回里只能待15年，但因为我成功复活了你，所以作为奖励，铁渊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轮回里多待上1年，甚至2年，有时候还会给一些食物、水当做奖励，甚至直接分个女的到你房间。”他说到这里，眼神已有些恍惚。你想想，你都已经几十年没吃过东西、喝过水了，如果突然来上一口，那滋味……说着说着，洛寒不自禁地露出了一脸向往的表情。就这样，趁着最后这点时间，你和洛寒在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电子显示屏上的倒计时很快便只剩下最后30分钟左右。至此，一直强装镇定的洛寒终于再也撑不住了，他情绪崩溃，放声大哭：“兄弟，我是真不想再这样了，20年啊！下个轮回我要受将近20年的折磨，我是真想死！”洛寒发自肺腑地哭喊着：“真的，我做梦都想死！”临近分别，你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只能一直保持着沉默。此刻电子显示屏上的时间只剩下最后15分钟，许是已发泄完了心中积郁，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的洛寒突然带着一丝希冀，再次冲你说道：“讲真的，兄弟，认真问你一句，你觉得你有可能从这铁渊逃出去吗？”你被问的一愣，下意识道：“也许能吧。”那你一定要记着我，求你记着。洛寒一字一句道：“我叫洛寒，冷寒的寒，出生在2035年8月1日上午9点13分。你如果哪天真逃出去了，求你一定复活我，我给你当牛做马，哪怕永远当奴隶都行。”洛寒似魔怔般不停喃喃自语着，状若癫狂，一如你最初见到他时那般模样。很快，随着电子显示屏上的倒计时归零，你所在房间内的温度开始急剧攀升。温度的上升使你和洛寒体表渗出汗水。就这样过了大约1分钟，两人的皮肤开始被灼伤，直至最后，整个人都彻底燃烧了起来。被复活者应世沈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伴随着熟悉的电子合成音响起，你很快再次恢复了意识。环顾四周，你发现原本跟你待在一起的狱友洛寒此刻已不见踪影，而房间里电子显示屏上的倒计时也已变成了一大串提示信息。这些提示可分为左右2部分，屏幕左侧列着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所有人类姓氏，右侧则是一连串的出生年月日。很明显，铁渊是想让你将这些姓氏与出生年月进行排列组合，然后用穷举法复活更多的人类，但你无意复活他人，于是始终未做出任何举动。时间流逝，也不知过去了多久，房间里的电子显示屏突然被主动关闭，紧接着一阵电子合成音在房间中响起：“被复活者纪元生于1980年3月13日
90分，出生地亚洲，华夏人。但这一次，你并未见到有任何人在怪异的几何图案上复活。于是电子合成音重复着同样的话，房间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可电子合成音仍然不肯放弃，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纪远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并选择性地无视了待在房间里的你。就这样，时间转眼过去了将近1个月之久。终于，在电子合成音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下，一道人影迅速在怪异的几何图案上显现，并逐渐由虚转实。不出意料，此人应该就是铁原花了整整1个月时间方才复活成功的纪远了。纪远的言行举止有些让人感到奇怪，他刚一复活，便立刻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用血在地面上写下了一连串数字，那串数字分别是3、9、8、0、5、4。不仅如此，在写下数字的同时，他嘴里还念念有词的不停低声絮叨着，声音虽小，但你聚精会神之下倒也勉强能够听清。这人似乎是在计数。如此过了约3-5分钟左右，房间里的电子显示屏忽然亮起，显示出了60%的数值。至此，纪远方才停止了低声絮叨，他又用指尖蘸血，在之前那一连串数字的最后补上了2250这个数。做完这一切，便见天花板上有机械手臂伸出，轻而易举地将纪远死死禁锢在了墙壁上。房间里，你见被机械手臂制住的纪远始终死死盯着地上那些数字。你若有所思道：“你在记这些数？”纪远没有说话，仍旧死死望着地面，聚精会神。又过了将近1分钟，或许是已将那些数字牢牢记在了心中，纪远似松了口气般冲你说道：“我怕你把那些数字抹掉，所以一直在抓紧时间记。”你道：“问题是，我并没像你说的那样做。”纪远接着道：“这说明你应该才刚来铁原没多久，心理状态还相对健康。”末了又补了一句：“这一点从你跟我说话的语气、神态，还有对我的态度上都能看出来。”你顺势问道：“所以你记这些数有什么用？”算是怪癖吧。纪远面无表情道：“我天生对数字比较敏感，在被折磨的时候，为了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会用数数的法子来转移注意力。”真只是因为怪癖吗？你盯着地上的数字打量了半晌，对于纪远所言，你心中虽有疑惑，但并未再继续追问。相比之前的狱友洛寒，纪远明显沉默寡言得多。见你不再开口，他便也始终保持着沉默。时间1分1秒过去，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值很快便从60%降到了50%。纪远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你还不动手吗？再不折磨我，那些机械手就要电你了。”你不予回应，仍旧盯着地上的一连串数字，试图揣摩出其中的奥秘。你这无所谓的态度，只叫纪远心中疑惑不已。房间里，在纪远的注视下，无数机械手臂一起将你按倒在地，并迅速释放出电流。那些电流虽不算太大，不至于让人瞬间毙命，却能让受刑者在死前饱受折磨。纪远本以为你会惨叫求饶，但令他意外的是，被机械手臂按倒在地的你，竟像是无事发生一般，自始至终保持着面无表情，直到被电流活活电死，你都不曾发出过哪怕一声惨叫，甚至连眉头都未皱过一下。由于你受了电刑的缘故，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值已从49%上涨至70%。与此同时，一阵电子合成音在合金房间内响起：“被复活者，姓氏神，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紧接着，你便在那怪异的几何图案上死而复生。眼前一幕让纪远感到不可思议，他看向你道：“你感觉不到疼吗？这怎么做到的？”面对纪远，你同样只轻笑一声，不予回应。你反问道：“你之前写的那一连串数字到底有什么用？”这一次，纪远并未再用怪癖做借口搪塞过去，他沉思良久后答道：“一开始我怕你那心理健康的状态是装出来的，所以没敢跟你交底。但现在我放心了，你心里确实没任何问题。不管是你说话的语气神态，还是你那感觉不到疼的能力，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呢？”你跟着问道。所以我打算跟你合作。纪远继续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其实我之前记的那些数字是我来铁原的具体时间，精确到秒的那种。”果然和我想的一样，你面露了然之色，分析道：“你之前一共写了6组数字，如果是记录时间的话，那么这些数字对应的刚好就是年、月、日，还有时、分、s。”不错。纪远目露赞赏之色，他解释道：“根据我总结出来的规律，铁原里每次轮回的间隔时长永远都是固定不变的，又或者说这一时长永远都只会是整数，并且只会在10年到20年之间变动。它可以是11年、12年、19年或20年，但绝对不可能是11年又3个月这样的数字。能听懂吗？”懂。你冲纪远鼓励道：“你继续。”纪远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再去推算下次轮回开始的时间就很简单了。比如我刚写的数字是3、9、8、0、5、4，
再加上2250，那么对应过来，我们这次轮回开始的时间就是39年8月15日14时22分50秒。假设我们这次轮回前后总共间隔15年，那么下次轮回开始的时间就很容易推出来了，也就是54年8月15日14时22分50秒。这人很不简单。听完纪远这一通分析后，你眼前一亮，问道：“所以你费这么大劲算轮回时间，到底有什么用？”纪远盯着你，一字一句道：“如果我说我能靠这个时间从铁渊里逃出去，你信吗？”房间里听见纪远所言，你不由得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你打算怎么逃？你仔细打量了纪远一眼，试图看出对方究竟有何依仗。纪远嘴角上扬，皮笑肉不笑道：“不用多想，我就是个普通人。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可能就是脑子比一般人聪明吧。倒是你。”纪远好奇道：“你为什么感觉不到疼？天生的吗？还是说用了某种特别的法子？”见你面露纠结之色，他忙又补充道：“你放心，不管你跟我说了什么，铁渊的管理层都不可能听见。”什么意思？你闻言一愣。纪远反问道：“铁渊里的那些偶人，你听说过吧？”听过。怎么了？你顺势道。纪远道出其中关键。偶人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具备情绪这一特质，除此之外，他们不管做任何事都只能按照提前定好的规章制度办事，就好像机器人一样。见你听后仍面露不解之色，纪远又道：“打个比方吧，如果我们这房间外面刚好有偶人经过，然后刚好听到了我们在说话，甚至听到了我们打算越狱，他也还是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铁渊的规章制度里根本就没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懂了。你听后若有所悟，那照这么说，铁渊里的偶人不就是一群机器吗？那倒不是。纪远摇头道：“他们算的上是真正的人类，又或者说算是真正的生物。以前很多人也都觉得偶人是机器人，会按设定好的程序做事，但后来有人意外抓了一个偶人，还把他解剖了，结果那人就发现偶人的身体构造和人类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在生物学上的相似度高达99.9%，就只有大脑和人类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房间里，你就偶人一事同纪远闲聊了许久，期间你还不时旁敲侧击，试图问出纪远打算如何从铁渊逃出去，但纪远很明显还未100%信任你，所以始终不愿透露这其中的关键。考虑到此，你便不再急于一时，毕竟来日方长。你和纪远处在同一间房里，无论对方有任何风吹草动，你都能在第一时间知晓。时间流逝，自你与纪远成为狱友后，转眼便过去了将近1年。在这一轮回中，你虽是负责折磨的那一方，却从未主动折磨过纪远。这倒不是你圣母心泛滥，主要是如果想完成任务，就必须每天折磨纪远长达15个小时以上，这简直比996上班还要熬人。所以你宁愿被机械手臂电死，以此让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值涨到70%，也不愿每天花大量时间去折磨纪远。反正你又感觉不到疼，虽是无意之举，纪远却对此无比感激。于是，在相处了整整1年之后，他总算彻底信任了你，并将自己的计划如实相告。你听说过空间站吗？房间里，纪远冲你问道：“空间站？”你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就是飞在外太空的那种载人航天器。纪远道：“不过我说的空间站要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那上面有很多从铁渊逃出来的人。”你明白了纪远的意思，所以你是想逃到空间站去？怎么逃？你顺着纪远的话猜测道：“自杀，然后复活过去。”聪明。纪远再次目露赞赏之色，他看向你说道：“毕竟别说我们都被关在铁渊里了，就算没被关着，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去得了外太空，所以最简单直接的越狱办法就是自杀，然后等空间站的人将我们复活。”他顿了顿，又道：“所以与其说是我们在越狱，倒不如说是空间站在和铁渊抢人。”我懂你意思了。你眉头紧皱，但问题是，铁渊里的电子合成音会在我们死的第一时间就把我们复活，而空间站的人并不清楚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如果安排一个人24小时不停地念我们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倒也不是不能把我们复活到那边去，但这样做的成本也太大了。你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毕竟整个地球上远不止我们2个，古往今来的人类加在一块儿，少说也有数千亿之多吧。你说的一点也不错。纪远紧跟着道：“空间站的复活工厂不可能完美照顾到每一个人，所以就只能采取不停轮换、碰运气的法子去复活人。说的再具体点，空间站会安排一小部分人，从公元1900年1月1日0时0分开始，按照百家姓的顺序，依次往后尝试复活死去的人，基本和铁渊用的穷举法差不了太多。然后当空间站刚好念到你的名字，而你在这一瞬间又刚好死在铁渊里时，你就有概率能在空间站那边被复活。只不过这个概率很小很小，你每次死亡大约只有10万分之一的几率能在空间站复活，因为概率实在太小，所以运气不好的人可能在铁渊里被关上1000年都不一定能去往空间站一次。房间里，你冲纪远问道：“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纪远不慌不忙道：“我刚不是说过吗？空间站复活人是有顺序的，他们会从公元1900年的第1分钟开始，按照百家姓的顺序，一点一点往后试。所以，我们只要在空间站刚好念到我们名字的那一刻，
主动自杀，就能100%在空间站复活。卡时间，你皱眉道：“你这法子有点不太现实吧？要想把时间卡准，你就得知道空间站是什么时候开始复活人的。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还不简单？”纪元狡黠一笑：“你以为1年前我刚被复活的时候，在那拼命记时间是为了什么？”你闻言恍然大悟：“你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计划复活到空间站去了。”纪元侃侃而谈道：“我被复活到铁渊的时候，准确时间应该是6139年8月15日14时22分50秒。然后铁渊的电子显示屏会按照每36分钟下降1%的速度降低，这样就很容易算出来了。电子显示屏的数值从70%下降到50%，刚好要整整12个小时。”纪元最后道：“这么一来，电子显示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时钟。只要有电子显示屏在，就能算出现在是几时几分几秒。”好家伙，你越听越觉得纪元此人深不可测，因为早年在玄灵界时养成的习惯，你本能地冲纪元抱拳一礼，而后才开口道：“但复活人的过程毕竟不是由机器进行，你之前也说了，是空间站安排了一小部分人在负责。既然是人工操作，那时间上就不可能100%精确。比如有的人在复活时会念得稍慢一点，有的人则会稍快一点。你道出自己心中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保证死的时候对方刚好能念到你的名字？”纪远道：“人工操作会有误差，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空间站不养闲人，为了防止有人偷懒，空间站的管理层定过规矩，所有负责复活的人每分钟必须念出10个人名和生卒年份。这个数字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你就必须放慢速度，少了的话，下一分钟你就得念快一点补上。比如你上一分钟只念了9个，那下一分钟你就得念11个。虽然这样仍然会存在误差，但至少被控制在了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纪远为你算了一笔账，已知空间站总共安排了10080人，分2班轮流负责复活工作。百家姓共有504个姓氏，按照每人每分钟负责10个名字的速度，要从1900年一直念到2133年，大约需要花费2年零4个月时间。这其实真不算长。纪远乐观道：“哪怕我们因为误差在这2年零4个月里没能成功复活到空间站，那只要再等上2年零4个月，就又能迎来下一次复活机会了。”厉害！听完纪远如计算机般精准的分析后，你不禁由衷赞叹了一句。随后你又问道：“话说为什么空间站只复活1900年到2133年之间出生的人？是因为人手不够吗？”人手不够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纪远答道：“最主要的是因为1900年之前出生的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新事物和高科技的接受能力也不太过关，把这些人复活到空间站很容易出问题。”行吧，你点了点头，最后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你这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百家姓的顺序。你现在还记得吗？你姓纪，这姓氏在百家姓里排第122位。”我当然记得清楚。纪远答道：“但我呢？”李冲纪远问道：“我姓沈，应该排百家姓第几位？”纪远微笑道：“如果是那些排名特别靠后的冷僻姓氏，可能还真不一定记得清。但沈这个姓就好办了，蒋沈韩杨嘛，第14位。”纪远最后总结道：“知道了，百家姓排名，再加上电子显示屏能计时，然后还知道了空间站复活人每轮所需的时间，再加上我刚复活时记录下来的准确时间节点，将这所有信息凑到一起，经过计算就能推算出空间站什么时候会念到我们的姓氏和出生年月日了。”理论上来说，有了纪远给出的这些条件后，确实能精确计算出复活时间点。但你面露难色，冲纪远道：“你这法子行倒是行，可这当中的计算量也未免太大了。我们1枚计算器，2枚笔和稿纸，就这样直接硬算，真不会出错吗？”面对你的担忧，纪远并未多言，他只是轻笑一声，然后一字一句道：“现在的准确时间是6140年9月17日13时0分50秒，而我的复活时间是6140年12月31日1时01分，因为误差无法精确到 S。至于你……”纪远无视了你那满脸震惊的表情，继续道：“你会在6141年1月19日1时06分左右被空间站念到姓氏和出生年月日，同样因为误差关系无法精确到 S。” 好家伙，你众活3世加在一起总共有将近1000年之久，期间见过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人，尤其在玄灵界时，那些金丹和元婴期修士之中，不乏有聪明绝顶兼老谋深算之辈，可他们的智力放在纪远面前，却难免显得有些相形见绌。纪远此人情商或许并不算高，但在智力方面却堪称不折不扣的天才。房间里见纪远连草稿都没打，轻而易举就算出了空间站的准确复活时间，你冲他再次抱拳一礼。时间流逝，在等待复活时间到来的这段日子里，你又接连向纪远打听了许多有关空间站的情报。你和纪远要去的宇宙空间站全名叫做星阙空间站，是由华夏人在2022年前后建造的。由于你是在2025年穿越到玄灵界的，晚于星阙空间站建成的时间，所以你对这座空间站也略有耳闻。只是在你那个年代，星阙空间站内部面积仅有110平米，常驻宇航员也不过3人而已。想不到时过境迁，4000多年后的今天，星阙空间站已从当初那110平米的小小舱室，发展成了可容纳数10万
万人的巨型太空城市。至于空间站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初的那批人类又是如何同铁渊争夺人口的，这一切纪远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在人际交往中，更多讲究的是人情世故。纪远智力虽堪称天才，情商却极低，所以在空间站里混得并不算好，只能算是勉勉强强的中层。空间站内部许多隐秘之事，纪远也并不十分清楚。就这样，时间转眼便来到了公元6140年12月31日0时01分。此时此刻，距离空间站念出纪远的姓名与出生年月日仅剩下刚好1个小时。为了不错过此次机会，你提前从房间暗格里取出了匕首、斧头等武器，以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将纪远杀死。合金房间里，临离开之前，纪远正喋喋不休地冲你叮嘱：“我教你的那个通过电子显示屏计时的法子，你都学会了吧？”你点头道：“我读书的时候数学成绩还是可以的，这点计算量没问题。”那好，纪远接着道：“最后还有一点，你一定要记着，星雀空间站里面很可能会有被铁渊收买的人，也就是内鬼。为了拿到铁渊的奖励，内鬼会想尽一切办法弄死像你跟我这样在某些方面很突出的人。然后除了内鬼之外，空间站里面还有其他各种牛鬼蛇神，所以你到了空间站之后，一定要尽量低调。”行，你冲纪远抱拳道：“多谢提醒。”纪远不再多言，只是死死盯着房间里的电子显示屏。随着屏幕上的数字由 59% 下降至 58%， 纪远立刻开始了精确到秒的计数。他不停地低声默念着，直到从1数到了1109时，他猛地抬起头来，冲你吼道：“快！杀我！”好，你听后也不墨迹，果断挥动手中匕首，朝纪远脖子上狠狠一抹。纪远头一歪，当场没了声息。被复活者纪远，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出生地亚洲，华夏人。合金房间里，伴随着一阵电子合成音响起，纪远很快便在怪异的几何图案上复活了。显然，他这次死亡后并未被复活到星雀空间站。快，再来！时间紧迫，复活后的纪远不敢有丝毫拖沓，忙又冲你大吼：“杀我！”你赶忙再次手起刀落，了结了纪远的性命。然而这一次，纪远还是复活在了合金房间里。见此一幕，你心中不由得多出了几分失望。难道说纪远的法子行不通吗？快，继续！思索间，又听见死而复生的纪远嘶吼道：“杀我！”纪远的声音让你无暇多想，你再一次挥动了手中匕首。5秒后，那熟悉的电子合成音再次在房间内响起。被复活者纪远，生于1980年3月13日9时0分，出生地亚洲，华夏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纪远并未在怪异的几何图案上复活。成了吗？你环顾四周，发现整个合金房间里只剩下了自己一人，不禁感到一阵心潮澎湃。但紧接着，那电子合成音又再度响起，重复了一遍纪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可这次还是没能起到任何作用，这让你更加振奋。连续2次的失败，并未让电子合成音就此放弃。在接下来的1天多时间里，他就这么反反复复地念叨着纪远的姓名与出生年月日，但纪远似乎已真的去了星雀空间站，任凭电子合成音重复多少遍，那怪异的几何图案上都始终不见他的身影。如此直到2天时间过去，电子合成音终于不再尝试复活纪远，你也得以确认纪远应该就是真的越狱成功了。他所提出的方法切实可行，正如纪远之前所说，铁渊里的偶人做事是不懂得变通的，就像机器人一样。纪远走后，铁渊并未给你分配新的狱友，而是让你继续待在原来的房间里，一切照旧，一切都毫无变化。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了次年的1月19日1时06分，见时机已到，早已准备多时的你忙抄起匕首，毫不犹豫地捅向自己的胸口。同时，为了能死得尽可能快些，你还不忘施展出染血大法，加速消耗着自身的生命力。重伤之下，你只撑了不过几秒钟，便当场暴毙而亡。被复活者姓氏沈，生于1999年2月23日1时13分。和纪远的情况一样，你并未在第一次死亡时就被复活到星雀空间站，于是死而复生的你立刻毫不犹豫地再次用匕首刺向自己胸口，如此前前后后共自杀了3次。终于在第3次死亡的瞬间，你突然心有所悟，紧接着你整个人的魂魄便好似受到了某种牵引般不断缓慢上升。在上升的过程中，你终于看清了这座监狱的全貌，正如它的名字铁渊一般，这座监狱的确实是一座塔的形状。此塔从上到下足有数百层之多，每一层都被金属墙隔成了上千个合金房间，每一个合金房间里都有人，他们惨叫着，扭曲着，不断遭受着各种非人的折磨。粗略算去，铁渊里的合金房间起码不下数十万之多。而当你的魂魄继续上升，直至离开铁渊时，你在高空之上俯瞰大地，竟看到了一个无比骇人的绝望真相。那名为铁渊的监狱，其实远远不止一座。放眼望去，地表之上密密麻麻地矗立着无数座高塔，其数量之多，甚至足以将全人类都关入其中。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逃离了地狱，暂时被复活者姓氏沈，生于1999年
2月23日1时13分。也不知过了多久，恍惚间你听见有声音在耳边响起，于是猛地睁开了双眼，循着声音，你看见了一名疑似和你一样才刚被复活没多久的人类，可能是在铁渊待得太久，导致心理出现了严重问题。此人刚一复活，便止不住的大吼大叫，对身边所有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和敌意。为了让他尽快安静下来，很快便有数人鱼贯而入，将这名正在大吼大叫的复活者按倒在地。与此同时，一名身穿白色连衣裙、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女性也忙凑上了前去，她用很好听的声音冲那名失去理智的复活者柔声道：“你冷静下来，你现在已经不在铁渊了，都结束了。”或许是因为这名女性可爱的长相，又或者是因为她甜美的嗓音，总之在她的安抚下，那名复活者终于逐渐安静了下来。房间里，这名女子转而看向你，说出了一段无比娴熟的开场白：“你好，欢迎来到星雀空间站，我是负责接待的心理医生苏婉。”你没有说话，长时间待在铁渊里，导致你对身边所有人都本能地保持着警惕。见状，心理医生苏婉又道：“你是第一次被复活吗？现在已经不是21或者22世纪了，而是4000多年之后。今天是公元6141年的2月15日。”言罢便静静望着你，似是在等你道出心中疑惑。在心理医生面前说谎是件难度比较大的事，况且在此刻撒谎也不会有任何好处。鉴于此，你便决定将自己的部分情况如实相告。我不是第一次被复活，在来空间站之前，我在铁渊待过一段时间。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皆齐齐朝你看了过来，其中心理医生苏婉更是露出了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怎么可能？他质疑道：“你在铁渊待过，情绪还能这么稳定？你这样子，我一点都看不出你被虐待过。”苏婉提出了一个猜测：该不会你被复活到铁渊后没多久，就又被复活到空间站了吧？不确定。你想了想道：“我在铁渊待了将近20年吧，这算久的吗？”不可能。闻听此言，苏婉再次提出质疑：“你在铁渊待了整整一个轮回，怎么可能还表现得这么正常？我在空间站都当了快160多年的心理医生了，还从没见过从铁渊出来的人有像你这样的。你表现得太正常了。”问题是我有骗你的必要吗？你无语道：“如果你觉得我不是从铁渊出来的，那就不是好了。反正这对我又没任何影响。”你这番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在铁渊的经历并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你确实没有撒谎的必要。想到此处，接待室内的所有工作人员皆不约而同地互相对视了一眼，众人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愕和怀疑。为验证你所言的真伪，苏婉便向你询问了一些有关铁渊的各种细节问题，对此你皆对答如流。那行吧。尽管心里想不明白，但苏婉最后还是接受了你心理状态无比健康这一事实。她一边摆弄着房间里的终端控制台，一边冲你道：“按照规定，所有被复活到空间站的人都要先进行心理评估，得分越高的人之后被分配到的工作岗位就越好，然后根据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我给你打的评分是 S。” 苏婉按照流程一板一眼道：“你接受吗？ S 的评价分是最高的吗？”你反问道。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于是你毫不犹豫地应道：“那当然接受了。”苏婉摆弄着终端控制台，继续冲你询问：“可有什么特长？比如你在被复活之前，一直都是做什么工作的？”你3世为人加在一块儿，虽活了近1000年之久，但真正待在地球上的时间却仅仅不到24年。是在24岁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就意外穿越到了玄灵界。为了能尽量分到好一点的工作，你硬着头皮道：“我在被复活前，曾做过草药培育方面的工作，各种动植物所具有的药理性，我基本上都能说出个1、2来。由于星雀空间站内的常住人口达数十万之多，已严重超载，所以像你这样刚来空间站的新人，都只能住在面积不到4平米的方形火柴盒内，称作胶囊房间。这些房间如蜂窝般密密麻麻地镶嵌在一个巨大无比的金属立方体之中。金属立方体的下方设有食堂、公共厕所以及洗浴区，且不分男女。空间站的性别意识已被逐渐淡化，这并非管理层有意为之，而是数千年来自然演变出的结果。毕竟自各国首脑签订永续公约后，生育行为就一直被视作违法，再加上全世界的人类都因复活术的关系变得永生不死，那么自然人类便无需再为传宗接代而活。当活着的意义变成了活着本身时，性便不再被视作一种资源，于是性别意识开始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淡化。时至今日，空间站内的男女主动选择在一起，已仅仅只是为了解决个人生理需求。行了，我已经把你的指纹录进系统了。星雀空间站生活区入口处，苏婉一边操作着公共终端，一边冲你叮嘱道：“
在空间站，所有人的日常消费用的都是积分制，不管你干什么，几乎都会消耗个人积分，比如吃饭喝水，比如洗澡，比如上厕所，上厕所也要消耗积分。你听后吃惊道：“这么夸张的吗？”你以为呢？苏婉理所当然道：“从你体内排出的尿液需要经过污水处理系统循环，最后才能转变成纯净水。这个过程是要消耗资源的，甚至就连你呼吸也同样需要消耗资源。空间站的处理你排出的二氧化碳，甚至是放屁时产生的甲烷，然后还得不断供应氧气给你。这可不比地球，这是外太空。所以就算你只是活着，什么都不吃不喝，什么都不做，空间站也还是会一点点扣你的积分，直到归零为止。那要是一个人积分归零了，会发生什么？”你顺势问道。会被流放。苏婉回答道。流放什么意思？你追问。苏婉道。就是把你绑到电刑椅上电死你，再然后不出意外的话，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复活到铁渊里去了。那时要想再回到空间站来，就得纯碰运气，运气好的待个几十年就能回来，运气不好的可能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也不一定。当然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一点。说着，苏婉又补充道：空间站允许每个人透支最多10000点积分当做缓冲，只要你能按时连本带利还上，就不会有任何事。而且空间站的日常消费低得吓人，普通人工作1天赚的积分最少也能在空间站待个5天左右。待遇居然这么好，你有些意外。那我从接待室走到这儿，一路上碰到的人好像都在拼命工作，也没看到哪个偷懒。那是因为……苏婉的表情忽然变得无比严肃，她郑重其事地冲你说道：积分除了能用于日常消费，还能用来让空间站复活自己。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因为拼命工作，个人终端上存了将近100万的积分，那么在你死的时候，空间站就会以每秒消耗1点积分的速度，让人日夜不停地念你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来复活你，直到你被空间站复活，又或者积分消耗完为止。简单来讲就一句话，你死的时候存的积分越多，你被空间站复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这儿的人才会个个都拼了命的工作，哪怕没有任何人逼他们，毕竟待在铁渊里。苏婉没落回忆之色，显然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往事。那折磨可不是谁都受得了的。懂了懂了，你本能的想冲对方抱拳一礼，可一想到这里不再是玄灵界，便又打消了念头，转而微笑道：多谢告知了。不用谢。苏婉冲你明示道：我也就是看你长得好看，气质也有点特别，所以才跟你说这么多。你要是也喜欢我，记得晚上联系我，我已经加你个人终端好友了。言罢便自顾转身离去。星雀空间站生活区入口处，望着苏婉离开时留下的窈窕身姿，你下意识露出了一脸古怪的表情。翌日，你早早起床，跟着苏婉一起去了基地的绿植区。按照规定，新人初到空间站时，会有专门的接待员引导其生活起居，并科普各种有关空间站的常识，而苏婉正是负责引导你的接待员。路上，苏婉边走边冲你抱怨：你昨晚干什么了？我在个人终端上给你发那么多消息，你怎么不回？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干脆直截了当道：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应该都会很忙，所以就不太想跟人约会。装？跟我装是吧？苏婉嘴角带着一丝笑意道：你这种人我见太多了，很多出生在21跟22世纪的人，刚复活到空间站的时候也都跟你差不多，一开始都喜欢端着架子，毕竟那个年代的人嘛，都那样。不过时间一久，基本就都放得开了。说着，苏婉突然小跑几步挡在了你面前，她自信满满道：说真的，你觉得我今天穿的怎么样？好不好看？要不你今晚去我那儿，我还有别的衣服也都能穿给你看。你要说不心动，那肯定是假的。不过你身为元婴期转世大能，道心之坚定，还不至于被这种程度的撩拨给消磨了意志。当下你语气无比认真严肃道：我是真没跟你开玩笑，也不是装之类的。你要真想约我，以后吧，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好吧。苏婉眼神复杂的看了你一眼，不再多言，也不知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交谈间，二人已来到了空间站最底层的绿植区。苏婉为你介绍道：像这种绿植区在空间站里还有很多，主要是用来净化我们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然后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你知道的，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所以很容易沉底，因此这些绿植区基本都建在空间站的最底层。苏婉接着道：再就是绿植区还能净化空间站产生的污水，这个过程中主要靠的是植物的蒸腾作用，虽然效率比较低吧，但消耗的资源少，多少能节约些成本。然后绿植区处理不完的污水都会被送去做蒸馏，变成纯净水。星雀
确空间站的各个工作区内配备有公共终端。作为新人，你需要先在公共终端上进行考试，只有成绩及格了才能正式入职。绿职区大厅内，苏婉操作着公共终端，将你的个人信息录入其中，然后冲你道：“我已经帮你把个人信息都录进去了，你准备好之后就随时可以开始。”你随意道：“那直接开始吧，我倒也没什么要准备的。”苏婉果断点选了开始。下一秒，公共终端的显示屏上便出现了一道模糊不清的黑影。此黑影虽有人形轮廓，但因为被打了马赛克的缘故，看不清其具体相貌。但听屏幕上的黑色人影缓缓开口：“我看你个人档案之前搞过种植，是吧？”你点头回应，略知一二。那好，对方顺势问道：“你面前对着公共终端，然后看你身后那种着一盆水草，对吧？”看见了，你忙给出回应。黑色人影出声询问：“你可知道这水草叫什么？”你虽在灵草灵植的培育上有着近1000年的经验，但那些经验全是你在玄灵界积累的，而玄灵界的花草树木跟地球上的终归有一定差别，尤其在称呼上，不同世界更是各有不同，故而你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作答。思索良久后，你决定向黑色人影实话实说：“我并不知道这水草叫什么，不过你话锋一转，又道：但因为我在草木培育方面有特殊天赋，所以我虽然叫不出这水草的名字，却能一眼认出它的作用。”在你说自己不认识那盆水草时，苏婉眼中本有失望之色一闪而过，可听见你说能认出水草的用途后，这一丝失望很快便转为了好奇。不止苏婉，同样对你天赋感到好奇的，还有屏幕中那黑色人影。他轻咦一声后开口：“那行，你说下那盆水草具体有什么用？”你侃侃而谈道：“如果我没猜错，这种水草应该有止血消炎之功效，味淡性凉，可以入药和食用，但味道并不好，而且不宜多吃，尤其是体弱宫寒的女性，食之有大害。”你话音刚落，屏幕上那黑色人影便陡然消失不见，似是因意外而切断了与终端的联系。如此过了有10多分钟，那黑色人影忽又出现在终端屏幕上，他冲你询问：“你以前是不是见过这种水草？”我想我应该是见过的。你想了想道：“毕竟这种水草常见于河流、水沟、池塘附近，算不上什么稀有品种。”好，不错。见你确实有真才实学，那黑色人影连道了2声好。他沉默半晌，复又开口道：“你身后这种水草叫金鱼藻，它名字里虽有个藻字，但却并不是藻类，而是一种被子植物。”受教了，你在成为元婴期修士之前，也曾俯首作低过一阵子，所以很清楚该如何讨好上位者。当下忙冲其拱手一礼，做谦虚状。二人一唱一和，硬是把苏婉看得呆愣在了原地。负责入职考核的黑色人影是星雀空间站的管理层，管理层们办事向来雷厉风行，说话直来直去，尤其在面对像苏婉和你这样的底层人员时，此刻能耐心解释金鱼藻的学名和门类，已绝对算得上是极少见之事了。然而这还不算完，终端屏幕上那黑色人影又接着道：“你面前对着那盆金鱼藻，然后看它左手方向，那是不是有一堆长着7片叶子的植物？”这我认识。黑色人影所指的植物，你在玄灵界时经常能够见到。你不假思索开口道：“这是种草药，叫三七，跟金鱼藻刚好相反。三七性温且味甘，有补气、活血、化瘀之功效，然后嚼的时候会有一丝丝苦味。”不错。见你轻而易举就认出了第2种植物，黑色人影语气里带着一丝满意道：“你叫沈是吧？”是。你忙出声回应：“你通过了。”黑色人影冲你叮嘱道：“以后你就是0311号绿植区的负责人了，有什么不懂的，记得多问多学，知道吧？”绿植区大厅里，黑色人影此言一出，一旁的苏婉立刻瞪大了双眼，露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见他反应如此之大，你心中立刻了然，显然以你新人的身份，刚一入职就成了整片工作区的负责人，这大概率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念及此，你忙冲黑色人影回道：“我记住了。”那就这样吧。身为空间站高层，黑色人影似乎真的很忙。他应了一声后，便立刻切断了与公共终端的联系，不再多言。我去，你真可以啊！大厅里，你刚一通过考核，苏婉便迫不及待地惊呼道：“居然刚入职就成了工作区负责人！你知道负责人一天能拿多少积分吗？”多少？你顺势问道。苏婉羡慕道：“我在复活区当心理医生兼接待员，这其实已经算是很好的工作了。但即便是我，一天也就能拿200左右的积分，如果加班的话，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你这负责人就不一样了，你是负责管工作区其他人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加班，晚一点来上班，甚至某天不来都可以。
积分照拿。苏婉继续道。然后我听说，当负责人一天应该能有个1000左右的积分吧？1000嘛，你对积分的多少倒并不怎么在意。所谓积分，无非就是用于换取物资的货币罢了。你更看重的是种在绿植区里的植物。你早在入职考核开始之前，就已经将大厅里的所有植物都扫过一眼了。凭着老道的眼光，你很快便发现，在这些植物之中，有一种不知名的藻类，以及一种红黄相间的药草，都自带有少量灵力。虽然不多，但对于尚未迈过修行门槛的你而言，却已绰绰有余。仅仅是吸收这些灵草灵植内自带的灵力，你就已有十足把握能突破至炼气初期。你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吸收那些灵草中所蕴含的灵力了。只是碍于苏婉还在场，你暂时不方便动手。成为负责人之后，苏婉对你的态度明显愈发热情。你花了好些功夫，好不容易才将他送走。正打算吸收灵草蕴含的灵力时，绿植区工作的人也都已陆陆续续到场。你身为该区负责人，再加上又是第一天上任，于是难免又是一番应酬。等忙完了全部琐事后，时间已是傍晚。为了克服地心引力，星阙空间站会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且与地球转速基本同步，所以站内同样有白天黑夜之分。临近黄昏，见绿植区的人都下班离开后，你忙凑到了那些蕴含有灵力的藻类前。你默默运转起前世所学的浑元吞天诀功法，开始缓慢吸收其藻类中蕴含的灵力。在玄灵界，金丹、元婴期的功法暂且不论，至少炼气和筑基期的功法都大同小异，基本无高下之分，所以浑元吞天诀也只是名字叫的响亮些，实际与其他功法并无太大区别。时间流逝，随着不知名藻类当中的灵力不断朝你体内汇聚，你子府之中很快就凝聚出了一枚鸡蛋大小的气团。若换作寻常修士，想凝聚出此气团，怎么也得花个10天半月，资质较低的甚至可能需要数月不止。但你身为元婴期转世大能，此刻修行不过是将从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罢了，轻车熟路之下自然一蹴而就，顷刻间便于子府之中形成了气团。绿植区大厅里，就在你打算更进一步，一举突破至炼气初期时，一个声音突然自绿植区入口处响起：“请问您是沈先生吗？”你修行至关键处，骤然被人打断，当下心中一惊，待强自镇定后，你起身回应道：“是我，怎么了？”循着声音望去，你看见了一名身穿黑色西装、打扮无比得体的男人。唯一与那一身西装相冲突的地方在于，此人脸上还蒙着一块黑布，叫人看不清他的相貌。西装男先是冲你看了一眼，仿佛在确认究竟是不是本人。如此打量了半晌后，他方才开口：“是这样的，我是离火会的人，来找你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离火会？你盯着眼前这名蒙面的西装男，没有急着给出回应。离火会是什么？西装男压低声音道：“一个致力于摧毁铁渊的地下组织，我们的成员遍布星阙空间站的各个阶层，包括管理层。”你眉头微动，西装男继续道：“你不用怀疑我的动机，我们之所以找上你，是因为你入职考核时的表现引起了管理层中某位成员的注意。他说你对灵草药理的了解程度远超这个时代任何一个人类。所以呢？所以我们需要你。”西装男一字一句道：“准确地说，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培育一种东西。”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枚拇指大小的透明晶体，递到你面前。你瞳孔骤缩，那晶体内部流转着极其微弱的灵光，但你绝不会认错，这是灵石，品质极低，灵力近乎枯竭的灵石，但的的确确是灵石。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你声音微沉。铁渊的最底层。西装男答道：“我们派人潜入过一次，在铁渊地基的最深处发现了大量这种晶体，它们呈矿脉状分布，贯穿了整座铁渊的结构，甚至可以说铁渊就是建在这些晶体矿脉之上的。”你沉默了很久，一个你此前从未想通的问题，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答案。复活术的能量来源无需任何代价就能凭空复活人类的法术，这世上不可能存在。你在玄灵界修行数百年，深知万法皆有其代价。复活术之所以看似无需代价，是因为它的代价一直都被隐藏在了众人看不见的地方。灵石矿脉，地球地底深处蕴藏的庞大灵力，才是驱动复活术运转的真正能源。而铁渊，那些密密麻麻矗立在地表之上的无数高塔，本质上就是建造在灵脉之上的巨型法阵。数十万间合金房间里，日复一日的折磨与复活，并非毫无目的的残忍。每一次复活，都在汲取矿脉中的灵力；每一次死亡与重生的循环，都在为某个更庞大的目标提供能量。
量，你们想让我做什么？你问道。培育灵植。西装男道。如果这些晶体真的能被当作某种肥料，催生出更多像绿植区里那些自带灵力的植物，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空间站内建立起独立于铁源之外的能量体系。届时星雀空间站将不再需要依赖地面的复活工厂，所有人都能彻底摆脱铁源的控制。你低头望着掌心中那枚几近枯竭的灵石，心中已翻涌起惊涛骇浪，但你面上依旧波澜不惊。我加入，你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他说，你说，铁源里有个人叫洛寒，冷寒的寒，2035年8月1日上午9点13分出生。你一字一句道，等时机成熟，我要你们帮我把他复活出来。西装男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成交。此后的日子里，你白天以绿植区负责人的身份做掩护，夜晚则潜心修行与培育灵植。在灵石碎片的催化下，那些原本只蕴含微弱灵力的藻类和药草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繁衍，其内所含的灵力也在逐日攀升。你的修为同样在飞速恢复，炼气初期、炼气中期、炼气后期，仅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你便重新踏入了筑基期的门槛。而在玄灵界走完这段路程，你曾花了整整40年。与此同时，离火会也在暗中积蓄着力量。纪远作为最早抵达空间站的盟友，早已在离火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用那颗天才般的大脑，为组织计算出了铁源复活系统的运转规律，包括每一座高塔的能量波动周期，以及矿脉灵力的衰减曲线。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纪远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平静地说道：地球地底的灵脉将在大约300年后彻底枯竭，届时所有铁源都将停止运转，但同时复活术也将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300年太久了，你说，所以我们不能等。纪远推了推鼻梁，目光沉稳。我已经算出了一个方法，可以让灵脉枯竭的时间提前到3年以内。他看向你，但这需要一个筑基期以上的修士，从内部瓦解铁源的核心法阵。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你身上。你沉默良久，你想起了铁源里那些日夜不停的惨叫声，想起了洛寒离别前哭着喊出的那句我是真想死，想起了你的魂魄升空时俯瞰到的画面，大地之上密密麻麻矗立的无数高塔，以及被囚禁在其中的数以亿计的人类灵魂，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永远无法安息。而你是唯一一个能改变这一切的人。你站起身来，环视众人，最后将目光落在纪远身上，告诉我法阵的位置。你的声音很轻，却让在场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回铁渊。